当一个帝国或者一个王朝走到末期的时候，它往往不是被外敌一次性击溃的，而是从内部开始腐烂。其最核心的标志，就是他赖以立国的那个梦，或者说那个神话开始明码标价，最后被他自己的统治精英亲手拍卖。罗马帝国后期，公民权不再是荣誉和责任的象征，而变成了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商品，甚至是皇帝用来赏赐蛮族首领的工具。大明王朝末年，盐引、官爵这些朝廷最重要的资源，都可以在黑市上找到价格，整个官僚体系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交易市场。当一个国家最核心、最无形的价值都可以被量化成金钱时，就说明这个国家的灵魂已经被掏空了，剩下的不过是一个等待倒塌的躯壳。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事情看似毫无关联，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一个关乎政治，一个关乎人口，但你把它们串起来看，就会发现一种惊人的历史性的相似性。它们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支撑这个世界秩序的两大支柱，美国和中国，其内部都出现了立国神话被腐蚀和拍卖的迹象。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政策调整或者经济波动，这是一场对国家灵魂的拷问，而答案似乎并不乐观。先看美国，长久以来，美国梦的核心是什么？不是说你来了就能发财，而是自由女神像基座上那句承诺：把你疲惫的、贫穷的、渴望呼吸自由空气的民众交给我。这句话的本质是这片土地对全世界所有奋斗者、有才华的人的一种无条件的承诺。无论你出身如何，只要你有才华、肯奋斗，这里就给你一个公平的机会。这是美国之所以能成为全球人才高地、科技创新中心的最根本原因。它吸引的不仅仅是资本，更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大脑。但是就在2025年的9月，特朗普政府的2份行政文件可以说是毫不掩饰地把这个梦给标上了一个价码。第一，任何公司想为外籍员工申请 H-1B 工作签证，必须一次性向政府支付10万美元。第二，更简单粗暴，个人向美国财政部捐100万美元，或者公司帮你付200万，就可以绕过排期，快速拿绿卡。这个变化是颠覆性的。过去的投资移民，比如 EB-5，法律上还要求你必须实实在在地为美国人创造至少10个就业岗位，它的逻辑是投资换身份，初衷还是为了发展实体经济。但现在这个黄金绿卡变成了赤裸裸的付费拿身份，你交的钱直接进了财政部的国库，用来减税和还债。这背后的逻辑转变才是最可怕的。它意味着美国这个国家从一个审核你能为我带来什么价值的价值体系，退化成了一个只看你能为我贡献多少钱的价格体系。当一个国家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都可以用金钱直接衡量时，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还剩下多少？这已经不是政策的转变，这是对美国灵魂的公开拍卖。对于那些科技巨头，像谷歌、亚马逊，10万美元或许只是让财报难看一点，但对于成千上万的中小型科技公司，那些真正代表着美国创新活力的初创企业，这10万美元就是一道生死线。他们再也无力去和巨头争夺全球最顶尖的年轻大脑，这等于说是亲手斩断了美国创新生态系统中最活跃的毛细血管。而最悲惨的是，那几十万已经在美国把青春和奋斗都献给了这片土地的 H-1B 持有者，他们中的很多人将面临一个残酷的选择，要么放弃奋斗多年的事业，要么放弃辛苦经营的家庭。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全球的混乱与恐惧是立竿见影的。亚马逊、微软、摩根大通这些巨头立刻警告员工不要离开美国，指令在外出差的必须在9月21号前返美。一道看不见的墙瞬间在这些全球顶尖的工程师和他们的故乡亲人之间升起。而在北京，在上海，在班加罗尔，无数正在休假的工程师突然发现自己被一纸冰冷的命令锁在了国门之外。有人说，这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饭碗。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理直气壮地说，要去培训我们自己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这话听起来充满了爱国情怀，但他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当你斩断自己与世界顶尖大脑的连接时，你最终保护的究竟是国家的繁荣，还是短视的政治利益？统计数字很清楚，美国那些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创始人里44%是第一代移民，他们中的很多人
当年就是 H1B 签证的持有者。你今天关上的这扇门，挡住的可能就是下一个谷歌，下一个特斯拉的创始人。这场豪赌的背景是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极度撕裂。从一个31岁的自媒体人查理·科克的葬礼就能窥见一斑。一个没有任何公职的年轻保守派媒体人，他的葬礼，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几乎所有高层都去参加，据说人数多达20万，远超当年的马丁·路德·金。这说明什么？这已经不是一场普通的葬礼，这是一场政治上的大动员，一场价值观的誓师大会。特朗普在去参加葬礼前，对司法部喊话，点名亚当·西夫等人，要求立即对黑暗的势力采取行动。这种用词已经不是正常的政治话语，而是战争动员令。他抱怨自己被弹劾、被起诉，而民主党的司法部长招招见血，共和党的司法部长却磨磨唧唧。这种情绪的背后是一种深刻的受害者心态和复仇渴望。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公开质疑自己国家的司法体系，并暗示要将其作为政治武器来报复对手时，这个国家的民主法治根基就已经动摇了。所谓的政协大决战，一方认为要对极左派进行全面的大清洗、大抓捕，另一方则认为对方是企图摧毁美国生活方式的敌人。这种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世界观正在吞噬美国的社会共识。查理·科克夫妇宣扬的价值观，他们认为婚姻中妻子应该顺服丈夫，男人应该承担所有财务责任，女性应该守护家庭而非追求事业。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基于特定宗教信仰的家庭观。这本身没有对错，但当这种价值观被推向政治舞台，成为划分敌我的标准时，就变得极具爆炸性。它和现代女权主义、自由派的价值观是完全对立的。这种对立已经不是政策分歧，而是关于美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根本性冲突，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H1B 政策的巨变和这场葬礼所反映的国内政治极化，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国家，当它内部的精英和民众对国家的前途、对最基本的价值观都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分裂时，它必然会丧失自信。一个丧失自信的国家，它的第一反应就是关上大门，因为他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同化外来者，不再相信自己的梦还有吸引力。他开始怀疑所有外来者都是来抢饭碗的，来搞渗透的。所以，拍卖美国梦本质上是内部撕裂和自信崩溃的必然结果。这是一个帝国走向内卷和封闭的典型征兆。说完了美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中国，你会发现一种截然不同的，但同样深刻的腐烂迹象。如果说美国的危机是喧嚣的、公开的，像一场在广场上进行的决斗，那么中国的危机则是寂静的、隐秘的。这个寂静的危机，首先就体现在人口数据上。通过国家卫健委公布的育儿补贴申领数据，可以反推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官方说，截至9月10号，全国有2400万人申领了育儿补贴，这覆盖了目标人群的80%。目标人群是截止2025年1月1日未满3周岁的儿童。简单的算术题，2400万除以80%，得出目标人群总数是3000万。这个3000万应该就是2022年1月2号到现在出生的所有孩子的总和。2022年新生儿是956万，2023年是902万，2024年据说是954万。你用3000万减去这3年的数字，剩下的是多少？是188万。这188万理论上就是2025年1月1号到9月10号这大半年出生的婴儿数量。就算考虑到新生儿出生后要满1个月才能领补贴，把统计时间往前推1个月，那也是今年前8个月的新生儿总数。即便我们再考虑到下半年出生人口这是个什么概念？去年官方数字是954万，这意味着今年的新生儿数量不是下降了10%几，而是直接膝盖斩，跌去了2/3。就算我们再保守一点，假设2022年1月份出生的孩子因为某些原因领不了补贴，把这部分大约80万人再加上去，那全年也就是400万。相对于去年的954万，依然是腰斩。当然，有人会立刻质疑这个计算方法，或者质疑卫健委公布的那个申领数据本身就有水分，
可能夸大了覆盖率，这完全有可能。中国的官方数据经常是各个部门各吹各的调，你把它们放在一起，会发现根本对不上。就像 GDP 数据一样，怎么算都是5%以上。他们习惯性的撒谎，甚至都懒得用心去把谎言给圆上。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于，无论你怎么调整算法，怎么质疑其中某个数据的准确性，一个无法否认的趋势是，新生儿数量正在以一种超乎想象的速度崩塌。为什么官方不再公布卡介苗的注射数量呢？因为这个数据和新生儿是完全绑定的，很难造假。为什么这几年有那么多幼儿园、小学倒闭关停？如果每年真的还有900多万新生儿，会出现这种情况吗？日本人口从巅峰下降63%，用了50多年，而中国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就完成了过去几十年的跌幅。这种人口的断崖式下跌，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养老体系意味着什么？是任何刺激政策都无法挽回的。这是一个国家生命力的根本性枯竭，而这种生命力的枯竭与另一个更深层次的腐烂是同步发生的，那就是统治精英对国家信用的掏空。就在查理·科克葬礼的同时，中南海里正在进行着一场规模空前的内部清洗，而这场清洗的导火索竟然是习近平家族在澳大利亚的一桩车祸。就是因为杨兰兰，习近平的女儿，在澳大利亚开车时暴露的身份，牵出了一个涉及1.2万亿人民币的惊天腐败案。这笔钱是怎么流出去的？据可靠消息显示，主要通过2个渠道，第一是军费转移，第二是一带一路项目。这个数字有多大？相当于中国1年军费的1/4。而这2个渠道的背后，暴露的恰恰是中共政权最核心的秘密。所谓的一带一路从来就不是什么经济合作项目，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事扩张计划。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瓦努阿图，到中东的伊朗、也门，再到非洲的毛里求斯，中共花费巨资购买港口、修建机场，表面上是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都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军事据点。但这些用来搞军事扩张的钱，大部分并没有真正用于军事项目，而是被习近平家族给私人挪用了。这就像是一个将军拿着国防预算去给自己家盖豪宅，然后告诉士兵们，豪宅就是军营。现在元老派成立了专门的杨兰兰专案调查组，要求习近平家族必须把这1.2万亿转回国内。这是什么概念？要知道，习近平当年也干过同样的事。2018年，他亲自发话，要求王健林把已经投资到美国的5000亿人民币转回中国，结果直接导致万达帝国的崩溃，王思聪被迫跑到日本避难。现在轮到习近平自己尝尝这个滋味了。为什么习近平家族要把这么多钱转移到海外？答案很简单，他们对这个体制根本没有信心。一个号称制度自信的领导人，把家族财产拼命往外转移，这本身就是对这套制度最大的讽刺。更讽刺的是，他们转移财产的目的地，恰恰是那些他们天天痛骂的帝国主义国家。现在你把这2件事放在一起看，一边是国家的人口基础在以惊人的速度崩塌，未来的韭菜眼看着就要绝收了；另一边是掌握权力的顶层家族，在疯狂地把国家存量的财富转移到海外。这2件事合在一起，描绘出了一幅怎样绝望的末日景象：一个连新生儿都没有的未来，和一个被掏空了的现在。这就是中国版的神话拍卖，那个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人民服务的神话，在天文数字的海外资产面前显得无比苍白。那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在断崖下跌的出生率面前，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独裁者自己都不再相信这个国家的未来，而忙于为自己的家族寻找后路时，他们口中的所有宏大叙事，都只不过是欺骗民众、方便自己转移资产的工具而已。而与此同时，这场权力斗争的背后，暴露出的是整个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系统性崩溃。当连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这种级别的太子党都要被迫交出地盘、避避风头的时候，普通人还能指望什么？
当马云这样的企业家都随时可能成为被远洋捕捞的对象时，谁还敢对未来抱有幻想？这就是安全感危机。中国现在的问题，表面上看是消费萎缩、房地产崩溃、金融风险，但这些都只是表象。真正的病根是产权的彻底消失。从马云到外卖小哥，没有人拥有真正的产权，没有人能够确信自己的努力不会被随意剥夺，没有人知道明天醒来游戏规则会不会又变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让人们怎么消费？怎么投资？怎么生孩子？底层老百姓是真的没钱消费，顶层有钱人是不敢消费，中层人士是既没钱又不敢。当这三个群体也为不同的原因做出同样的选择时，整个社会的经济引擎就彻底熄火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极其诡异的全球图景。美国也为内部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彻底分裂，正在以一种自残的方式公开拍卖自己的立国之本，那个对全球人才开放和承诺的美国梦。他选择了一种喧嚣的、看得见的衰落方式，而中国则是在一个看似稳定强大的外壳之下，承受着人口基础的崩塌和统治精英对国家信用的双重掏空。他选择了一种寂静的、内部溃烂的衰落方式，一个是对外关上大门，一个是对内釜底抽薪，两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终结一个时代。特朗普的移民改革看似是为了美国优先，但他最大的战略对手中国、加拿大、欧洲都在敞开怀抱，用各种优惠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掐尖，吸引那些被美国拒之门外的科学家、工程师。这一关一开之间，丧失的是美国未来几十年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一次典型的出于国内政治算计而导致的战略自残。而中国的统治者们，他们可能也看到了人口危机，也知道经济的困境，但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进行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去释放社会的活力，去保障私有产权，去重建社会信任。他们的反应是抓紧最后的时间窗口，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能捞到的一切都变成海外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因为在一个没有法治、没有制衡的体系里，权力是唯一靠得住的东西。而当权力本身也变得不确定时，把财富转移到权力无法触及的地方，就成了唯一的理性选择。这才是最可悲的地方。两个大国都陷入了自己的逻辑陷阱里，无法自拔。美国的问题在于，它的民主制度在面对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的冲击时，显得脆弱不堪，无法形成理性的、着眼于长远国家利益的共识。而中国的问题在于，它的威权制度在缺乏监督和制衡的情况下，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系统性的腐败，最终掏空整个国家。